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我们湘西的环境是越来越好，以前交通闭塞，现在进村的道路都修得很好，宽6米左右，过往的车辆还比较多。蓝天白云，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吗？今天我们来到了紫霞湖边，刚刚路过这里的时候啊，我们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庄园吧。刚刚在这里碰到一个老乡，和他的交谈当中，我们才得知这处庄园呢废弃有10多年了。他说以前在这边曾经有老板出资200多万修建的这处庄园，这边啊都是当地老乡种的玉米，看今年的收成啊应该很不错。这边距离县城有14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有2.5公里，交通是很便利的。刚刚我们用无人机看了一下，这处庄园的占地面积将近有50-60亩左右，光它的3口鱼塘水域面积将近都有20来亩，其中啊有一处鱼塘是最大的，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岛，上面长了一些灌木丛。那处鱼塘老乡说才刚刚放干水，把鱼给取出来。这边大门紧闭，因为里面3口鱼塘都养的有鱼。以前啊我曾经也来过这边垂钓，还挺不错的，这里的环境啊很好。现在上面的2口鱼塘都还养的有鱼，水大概深3米多左右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鱼塘的边上有一条长廊，大概有100来米左右。这条长廊呢，从镜头里面也可以看到，里面好像隔的有很多小房间。在以前啊，估计这边曾经是对外开放，肯定以前来这边钓鱼的，还有居家旅游的一些游客还是挺多的。在长廊的旁边还有一栋木房子，木房子也是上下2层结构的，在当年应该都是建得挺好，但是现在很多年没人管理，没人在这边居住，房子的门口啊已经是长满了杂草。再过来一点点有一座凉亭，这座凉亭的旁边也是长满了杂草，看得出这边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坐在长廊还有这座木房子里面，可以看到底下的风景。这处庄园呢，距离旁边的邻居还是非常远的，目视一下周边200-300米都没有住户的，几乎是建在大山里面，而且旁边的土地看起来还挺多。据刚才那位大哥和我交谈，他说啊，这边的占地面积将近有60亩左右。除了3口鱼塘之外，剩下的位置啊，基本上都打上了围墙。那些空地呢，都是这户老板的。以前呢，在很多年前，他就把旁边给承包下来了，有很多年，所以现在土地面积啊，什么都还在他的手上。这个时候啊，我就非常的好奇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么好的一处地方就荒废在这里了。如果把它经营管理起来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很不错的。毕竟这边啊，距离城里面也只有10多公里，而且一路过来的道路都挺宽，过往的车辆也很多。现在不是提倡城郊游吗？在周末的时候啊，很多城里面的人啊都有车，而且都喜欢带着小孩到大山里面，到农村里面去亲子游。我觉得这样的一处环境倒是很不错的。之前啊，在视频里面有很多朋友问我，湘西这边有没有一些闲置的农场，只要有一栋小房子，有鱼塘，有山地，想把它租下来，然后呢，在这边养殖啊、种植啊，
像今天所来到的这处庄园呢，我就感觉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场所。刚刚我和本地的一个大哥我们交谈，我说像这样的一处地方闲置这么多年，如果找到这个老板把它盘下来租下来，或者甚至于有钱的把它买断下来，行不行呢？他说应该是可以，毕竟闲置在这边时间长了，好多设施呢都坏掉了，一年呢他这里的承包土地面积费用也不少与其放在这里浪费了，还不如找到他的有缘人，让别人再来这里管理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我也想在镜头里面，在视频里面问问大家，就像这样的一处庄园，有房子，有鱼塘，有土地，而且整个面积都已经打上了围墙，这样的一处地方，你们觉得如果租的话，一年多少比较合适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我们还了解到这边的水源都是山泉水，通水通电还有网络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我们湘西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每到夏天的时候啊，整个气温也不会特别的高，像今天所来到的这处地方呢，海拔将近有400米左右。每到夏天啊，最热的季节可能会有1个月左右，差不多有37、8度。在前年曾经有过40度，还是比较热的。到了冬天啊，这边几乎每年都会下雪，下雪持续的时间会有4、5天。去年是下过了3场雪。当然，这里的交通啊，下雪之后都可以通行的，因为这个庄园的外面靠近马路，大概也就100多米左右吧，是一条主路，道路还挺宽的，平时的车辆也是非常多的。今天我儿子也过来和我拍视频了，刚才没有看到我在那边哭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时候我也要回家了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到了紫霞湖边，这个地方的环境是真的好。刚刚和2个朋友在这边钓鱼，一条鱼也没钓上来。今天没有开太阳，按道理说应该是个钓鱼的好天气。看对面还有几个钓鱼人，这边呢也有。对面的小洋楼修得还挺好的。这里有座桥梁，过往的车辆还挺多的。这边也有钓鱼人。刚刚啊，在这边进村走访了一下当地的老乡，他们说就在紫霞湖边有一栋闲置的木屋，常年这户主人家都不在家，现在大门紧闭。他们说让我去拍一个视频，看看他们村子里面的景色到底如何。这边是一个应该说一个休息的平台，但是没人打扫，铺上了石板，石板之上很多泥啊。平时村里面的一些老乡可以走到紫霞湖边洗衣服洗菜。我的车呢就停在这个位置，这边修了一些台阶，人是可以直接到紫霞湖边的。平时啊，夏天的傍晚，这个位置很多人游泳。这边距离县城有16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
有3.5公里。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，从这边走过去，车子啊是可以直接开到院坝的，就从这边开进来。这里是修了毛坯路，但是没有硬化，已经是铺了碎石。这栋房子也很少主人家也很少回来，现在也是闲置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呢，是在这边，更靠近河边。这边的道路基础都已经修好了，他们家因为没有住人，所以这边啊一直没有硬化。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围墙，大概高1.2米左右，私密空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块位置挺宽的一块空地，也不知道是谁家的。我在想啊，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环境又格外的好，如果把它打造出来，接待一些朋友，或者一些周末的家庭游，倒是挺不错的。因为这边可以停车的位置很宽，甚至有在想，如果是亲子游的话，可以给别人提供一些餐具，大家可以在这边自己煮饭吃，自己做烧烤，到夏天还可以在这边露营，晚上呢还可以在紫霞湖边钓鱼。这边啊有很多桃树，还有些李子树，当然这都是邻居家的。到了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地方了，也是打上了围墙，外面呢还有一小块空地，底下就是紫霞湖边，大概距离湖边呢也只有4-5米。这边他们家的院坝也是做了水泥的硬化，将近有6到70个平方左右，车子是可以直接开进院坝。我倒觉得这边不需要开车进来，直接停放在这边就可以了。这么宽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周边啊也很多大树，绿树成荫。这门口呢有一根电线杆，这边还有一棵桂花树，也是打上大概1.2米的围墙。这栋房子啊是3开间的木头房子，房子的进深将近有9米左右。这边是用砖砌了一个保护墙，那边呢还有一处厢房。刚刚我们是在村里面问了本地的老乡，他们说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常年外出务工，基本上是不在家的。可以看到院子里面都长满了杂草，紧挨着邻居，只有一面围墙，这边就是邻居家的地了。这里还有一棵柿子树，这也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。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，房子坐东南朝西北，房子的视野倒是挺不错的。看，坐这院坝就可以看到紫霞湖的湖面了，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心旷神怡。这里有一棵梨树，上面结了一些果子，但是没有管理，应该都被虫子吃了。这边还有一棵桃树，甚至有在想坐在他们家的院坝搭建一个台子，在这边都可以放上鱼竿钓鱼的，是不是非常的不错啊？这栋房子啊，通水通电通网络，喝的呢都是自来水。这边水龙头已经接到了院子里面，在这个角落搭建一个钓台，可以直接在院坝这边钓鱼的，非常好的一个环境。这边厢房是砖结构的，听村里面的老乡说，这栋房子呢是有5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一个厢房，加上一个厨房，还有一个旱厕。
这边以前建的房子啊，大部分都是旱厕。现在村里面呢，也统一给他们修建了一些淋浴的池子，还有卫生间，比旱厕呢要好上许多了。这栋房子呢，距离主路将近有100米左右，自己没有车，可以走到主路搭公交车进城的。这边是属于苗族聚居区，大家从房子都可以看得出。这栋房子呢是5柱8的房子，5根柱子，8个瓜子不落地，前面是双挑手，后面呢是单挑手。房子的开间将近有4.5米，进深刚才我们说了8到9米左右，楼层高度将近有5米。1楼呢是作为房间，还有客厅。2楼呢，这栋房子不知道装修出来没有，基本上都是杂物间，上面呢一般是不住人的。房间呢是留了一个小窗户，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将近宽1米乘1米左右。我们这边建房子啊，基本上都是差不多，所以房子里面它的采光并不会特别的好。这栋房子啊，基本上是可以拎包入住的。整个地面呢，老乡说都已经打好了水泥地，而且两边的卧室呢都是铺了木楼板。感觉这些外墙啊，装修的时间并不久，但是立柱啊变色的非常严重，应该是重新翻修过。像这样的房子，如果给它打磨出来，重新喷上油漆，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去侧面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倾斜程度到底怎么样。这一面砖墙啊，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。这边就是一个卫生间。房子基本上是没什么倾斜，适当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些立柱感觉都还挺好的。房子盖的呢也是本地的青瓦，厢房那边盖的是琉璃瓦。像这样的青瓦，大概2、3年检修一次就可以了。这套房子现在是检修的非常好，不漏雨的。上面的领子有点点变形，适当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在门口的位置还留下了一个花池，他们家做这个围墙的时候，应该事先都想到了，以后这边可能会种上一些花花草草。我倒觉得这个院坝给它做出去一点，可能会更好更宽一些，大家觉得呢？因为外面的空地还挺宽的，可能他们家也是准备在这外面呢留一小块菜地吧。实际上从这个位置自己也可以修建一个台阶小路，走到紫霞湖边，这样子呢洗菜洗衣服会更方便一些。房子结构挺好，外面的环境也挺不错，那就是这样的一栋木房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吗？欢迎在视频里面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那在视频的最后呢，我们站在院坝，再给大家反视一下四周的环境。青山绿水，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。房子背靠着大山，面朝着紫霞湖，环境格外的好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了。刚刚在山脚下发现这边有一个村子，感觉没有多大，我沿着马路就开车进来了。这边的路将近有5米宽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，还比较好走。但是这边呢，我们遇上了一点小问题，这里倒了一棵树，车子无法再开进去了，只能从这边步行走过去。这边将近距离村子
还有200米左右。是不是这个地方又是一处无人村啊？要不然倒了这么一棵树，也没人过来清理。这边应该是前2天下雨，这里的泥土有点滑坡，所以这边倒下了一棵树。这边的森林非常的茂密，环境也是特别不错的。山里面鸟语花香。我发现整个这边的山头很多野生的板栗树，到了秋天到这边来捡板栗应该是很不错的。我们已经走到村口了，这边也是特别的安静，不知道村里面是否还有人在这边居住啊？我在想要是夏天在这边避暑肯定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。给人的感觉，村子里面的卫生打扫的挺干净的。好像也是一处无人村啊。可惜那边倒了一棵树，我们无法开车进来，要不然这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。看这边的马路都挺宽的，刚刚从那边经过的时候，底下是有一条小溪的，常年都流着水。这边应该还是有人居住的，看那边晾晒的有些衣服。但是像这样的村子，肯定会有很多闲置房。我发现我在拍视频当中，蚊子都还比较多呢。这些房子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，高低差，错落有致。这房子都建得挺好的，这户人家应该在家里面。大哥你好啊，到你们这边玩一玩，看一看。这家人的院子倒是挺宽的，但是房屋没有多大。那边还有处寨子呢，都建在山顶之上了。进村了之后豁然开朗，里面的马路还挺宽的，家家户户都有个小院，用石块垒砌的矮墙，显得格外有那种意境吧。这栋房子是闲着的，没人居住。还有那栋房子，院子都长满了杂草。这些土鸡都是刚才遇上那位大哥他们家养的。我问了一下，整个村子里面好像也就他们家还在这边居住，大部分的人都搬走了。他说舍不得这边的田土，在这边种点玉米，所以呢，他还是经常搬回到村里面来住。实际上他在乡镇里面也有自己的房子了，只是偶尔回来。看，像这些房子都拆掉了，上面的瓦片都没有了，房子的墙板立柱全部都拆了下来。这一栋直接在这边倒塌了，也没人管理，这些立柱都被雨水浸泡的全部坏掉了，甚是可惜啊。他说整个寨子以前有20多户人家，但是陆陆续续呢搬迁的出去了，房子呢没有多少，现在能够住人的呢还有好几栋房子，但是这些房子呢也是年久失修，没人管理，
还是要稍加的去装修打理一下才能够入住。这栋房子拆的只剩一间了，单独的一间，旁边以前这边都是有2间或者3间的。曾经这个寨子，我相信也是非常热闹的，如今变成这个样子。以前绝大部分也是木房子啊，这边砖房还是比较少的。以前这边还种的有稻田，这是打稻谷的一个机器。哎，这家人的屋顶上面都爬满了这个猕猴桃的藤，而且还结了猕猴桃呢。村里的环境特别的好，大树特别的多，所以到夏天是很凉快的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很可惜啊，像这样的房子，你看，现在都已经变成了这样。这栋房子院子挺宽，还打上了围墙，但是屋顶上的瓦片破损的非常的严重，没人打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，这户主人家也是偶尔会回来的。整个院坝呢也没有多宽，车子还可以开进来。看这边他们家的水缸里面还有水，可能平时还会在这边煮饭，住那么1-2天。山里面啊喝的都是山泉水，水质也是非常好的。这栋房子呢也是很简陋，可能平时在这边种植啊养殖之类的。在山里面基本上养牛养羊都是散养，放在山坡上，到了晚上自己会回来。我们苗族这边的房子啊都还挺简陋的，但是给人的感觉都打理的还干干净净吧。像这户人家还是比较讲究的，虽然现在搬下去了，但是他们家还是打了围墙，并且有的院门也上了锁，偶尔呢可能还会回来。这样的房子实际上没人去住，没人打理，时间久啊，房子的主体也是很容易坏掉的。就像刚才我和村里面的那位大哥交谈，他说如果有人在这边来住，别说给房租了，直接过来住的可以的，把房子打理的好一点，能给主人家多多的去照看房子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啊？如果像这样的房子没人去管理，你看最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屋顶都长满了杂草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最后这样的瓦房都会坍塌倒掉，确实太可惜了。我发现啊，这些鸡都很饿，我从这边经过，它们一直都跟着我，以为我是过来给它们喂东西吃的。平时说明这里真的很少有人过来。这位大哥啊，现在就是住在这栋木房子里面。告别了他，现在我们也要回去了。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清楚，我只要有时间，基本上都会去山里面拍视频，为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湘西这边的闲置房。今天我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我就觉得环境还挺好的，尤其整个村子基本上已经全部搬迁走了，剩下了一个空洞洞的无人村。就像之前有些朋友在私信里面给我说的，去找一些
无人村子，大家可以相约一起过来，把这些房子呢全部租下来，然后整体的改造，一起相约来到这样的大山里面，隐居养老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倒是挺不错的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来到的这个地方，现在闲置的房子可以住人的大概有5、6栋，如果来了那么5、6户人家，一起来这边结伴养老，倒是挺不错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寨子的旁边呢，土地还是挺宽的，大家来到山里面也不用担心没地方种菜，没地方养鸡养鸭，这样子呢，就没有吃的。实际上，只要有勤快的双手，在山里面养鸡鸭，养点羊，养点猪，1年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呢，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。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